10月16号，位于伦敦举办的全球发布会上，华为正式公布了 Mate 20系列新品。时隔 Mate 10的慕尼黑发布会正好1年，在国内的26号也已经上市。虽然说一共4款产品啊，但是这次关注度最高的无疑就是 Mate 20 Pro 了。关注度有多高呢 ？XDA 论坛上的美国人已经在讨论如何购买 Mate 20 Pro 了。究竟为何让美国友人有如此大的兴趣想办法购买呢？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目前可以说是最强的安卓旗舰 Mate 20 Pro。外观上 ，Mate 20 Pro 正面搭载了一块6.39英寸的 OLED 曲面屏，19.5:9的比例双曲面屏幕设计啊，配合相似弧度的曲面玻璃后盖，手机中框被收得非常窄，只有2.3毫米。曲面的设计让 Mate 20 Pro 的机身相比于其他手机显得更修长一些。华为将这种设计称之为 3D 8曲面。这种设计在视觉上降低了厚度，也提升了握持感。相比于三星的曲面设计 ，Mate 20 Pro 呢手感更加圆润和纤薄一些。同时 ，UD 版本得益于屏内指纹的设计，背部没有指纹开孔，看起来更加简洁整体。这一次的徕卡3摄当然也是外观上的一次亮点。不同于 P20 Pro 的感叹号设计 ，Mate 20 Pro 将3摄和闪光灯收纳在了一个矩形之内，华为称之为矩阵多焦影像系统，这也是大家口中调侃的浴霸造型。同时 ，Mate 20 Pro 的刘海也不同于 Mate 20的珍珠屏设计，较大的刘海内隐藏了散斑投射器、红外补光灯、红外相机等多个元件，也就是华为这次自研的3D 结构光。不同于编码结构光 ，Mate 20 Pro 和 iPhone 使用了一样的散斑结构光方案，3万个以上的投射光斑和 iPhone 不相上下。但是目前仅支持一个面部特征，并不像 iPhone 一样可以录入第二个面孔，但不排除后续加入 OTA 更新。识别速度方面 ，Mate 20 Pro 可以说非常迅速啊，点亮屏幕的瞬间实现解锁，速度上并不弱于 iPhone， 甚至有时候还更快一些。并且华为方面表示，它已经受到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认可，将会支持工商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进行人脸识别支付。当然，这华为的结构光也不仅仅是解锁手机而已啊，除了萌趣表情功能之外，还带来了一个3D 仿生成像的功能，通过前置的3D 结构光扫描物体进行建模，最后通过 AR 算法呢，让物体好像活起来一样。不过华为表示，这功能要等到11月底上线的 APP 之后才能够体验。除了3D 结构光，这个 UD 版本自然是还有屏内的指纹功能。经过多次测试 ，Mate 20 Pro 的速度和准确度都非常不错，配合3D 结构光面部一起使用，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系统方面，这次华为也是升级到了基于安卓 9.0 的 EMUI 9.0。相比于前代的 EMUI 9.0，也加入了全面屏，左右两侧边缘向内滑动即可返回，上滑返回桌面，上滑悬停，切换多人物，上手非常快。UI 方面呢，设计的更加简洁和干净。风格相比于之前呢，也更青春了一点。在一些界面，这次华为加入了不少自然风格的元素，比如说拨号界面的雪山，铃声中加入了布谷鸟、流水等自然音效。在天气详情界面也可以开启音效。设置界面呢，也进行了重新整理，查找某些功能的设置和开关更加方便。同时，在一些设置界面的底部，还细心的加入了你是否在寻找其他设置的提醒，方便对于经常找不到设置项的用户啊，可以说是非常贴心。当然，除了设置项的位置变动，还有一些新功能的加入，屏幕时间管理。不仅能够统计手机的使用时长、各 APP 软件的使用时间，还可以通过设置屏幕的可用时长、应用限制以及睡眠时间等功能，自主限制手机的使用，帮助你解决一下手机癌的问题啊，还辅助解决了睡前玩会手机，结果一刷就1小时的问题。当然，这功能只是辅助，想真正改正，还要看你自己的毅力。这次 Mate 20系列新品麒麟980的升级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首发7纳米的制程工艺，相比麒麟970晶体管密度上增加了1.6倍，其中 CPU 实现了75%的单核性能提升，以及58%的能效比提升 ，GPU 性能则有着46%的提升，能效比提升178%。除了7纳米制程 ，CPU 的 A76 架构以及 GPU 的马力 G76的架构也是全球首发，内置的基带也全球率先支持 LTE 的 Cat 2.1，支持下行最快 1.4G 的速率。参数如此，实际的使用中，无论是系统还是常用的 APP， 流畅度都非常出色。当然，旗舰级讨论日常使用的流畅度就太过简单了，性能如何咱们还得大型游戏测试。说到游戏，就不得不提全新的 GPU Turbo 2.0啊，实测效果上，刺激战场手动最高画质下，相对于 Mate 20 Pro 依然是没有任何压力，帧率波动很少，基本全程稳定在40帧。破解画质 HDR 极致帧率下 ，Mate 20 Pro 依然没有压力，平均帧率57，曲线可以说非常平滑。这次 GPU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了，相对于 XS 的游戏体验可以说不遑多让。
1个小时刺激战场之后，手机的最高温度43度，也并没有出现过热导致降频掉帧的问题。980的 NPU 这次也得到了进化，从970上的单核变成了双核。华为表示，相比于前代 ，NPU 性能提升了226%，能效比提升182%。在系统内部也增加了不少基于 AI 运算的新功能，比如通过摄像头实时计算食物的卡路里，以及不需要后期就可以直接拍出实时的 AI 流色的录像。在 P20 Pro 上，我们已经见识过实力强大的 IMX600 传感器，这次不仅被 Mate 20 Pro 继承，在黑白的辐射上也改为了等效16毫米的徕卡超广角镜头，提供了 2.65 倍于普通摄像头的视角增幅，丰富了用户在拍摄建筑风景时的把玩空间和镜头语言。在建筑样张下，对于广角的加持，相比于 iPhone XS Max Pro 的照片更具视觉冲击力、立体感和空间感。虽然广角下解析力会有所下降，但是 Mate 20 Pro 的解析力依然并不差。夜景环节自然是华为的强项，暗光环境下 Pro 的画面更加纯净，观感也更好。接下来咱们看一组花朵的样张 ，iPhone 这一次也不错，解析力都很出色。Pro 的饱和度稍高，总体更加讨喜一点。总体而言 ，Mate 20 Pro 相比于今年新 iPhone， 拍照环节依然是好不少。无论是一如既往的超级夜景，还是广角的加入，都让 Pro 的拍照拥有更多的把玩空间。此外 ，Mate 20 Pro 还新增了微距的功能。一般的手机镜头最短的对焦距离呢有5厘米左右，但是 Mate 20 Pro 的超广角的加持下，能够实现最近2.5厘米左右的对焦拍摄，从而拍出更微距的效果。除了拍照，之前提到的 AI 人像流色功能，在拍摄视频中可以识别并保留人物着装色彩，其他物体的全部颜色都变成黑白，让主体人物更加突出，很有大片般的视觉特效。续航方面 ，Mate 20 Pro 搭载的是一块42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当然了，大电池也是 Mate 系列一直坚持的特点。专门做了一个续航测试 ，Mate 20 Pro 1小时 720P 视频播放耗电10%，1小时王者荣耀19%，刷1小时微博8%，3小时后剩余电量63%。相对于 iPhone XS Max 1小时耗电12%，1小时王者荣耀24%，1小时微博15%，3小时最终剩余49%。这次华为还带来了新一代的 Supercharge 超级快充技术通过电荷泵技术将充电头的功率提升到了40瓦，实测中30分钟已经充到了75%，充满耗时69分钟。相比于 XS Max 使用87瓦的充电器半小时充到了51%，充满2小时相比，节省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而如果 iPhone XS Max 使用原装5伏1安的充电器，更是需要3小时25分钟才能够充满。如果轻度使用，早晨起床洗漱的半个小时就足够你1天的电量使用了。Mate 20 Pro 的无线充电也是达到了15瓦，不过要值得注意的是，15瓦的功率要配合华为自家的无线充电板，并且这一次还加入了一个无线反向充电功能。以后如果遇到朋友的 iPhone 没电了，可以拿出手机帮朋友充电，这个操作简直太骚气了。简单总结一下，今年的 Mate 20 Pro 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些全新的设计，手感不错的双全圆屏、屏内指纹识别和3D 极欧光、麒麟980等等优秀的升级。原本已经很强大的徕卡3摄，这一次又有着一定程度的提升。相比于上一代，原本不错的地方变得更好，需要完善的地方也得到了不错的升级和改良。总体上，作为一个旗舰机，该给的甚至不该给你的已经都给你了，剩下的就是看你如何去把玩，好好研究一下这款旗舰机了。